当下两个厂家最热门的车型，今天他们来了。春风450 SR、钱江赛550，到底谁更强呢？强多少呢？又强在哪呢？这期就有答案。两台车呢都上有临时牌，都属于市售车，但是呢，钱江的排量达到了550，比春风的450大了22%。它的加速性能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呢？我分别从0到100公里加速、0到200米加速、2档、3档、60到100的加速，以及80到120、100到130的加速，让大家更加容易理解他们两台车在不同情况下的加速性能差距是不是有排量上的差距那么大。最终结果可能颠覆大家的认知哦。但当我整理完两台车的所有数据，发现450 SR 的后存加速居然比赛550还要快，的确出乎我的意料。首先测的是450 SR， 公里数为200公里，油量6升，大概1/2，气温32度，仪表显示37度，体重58公斤。第二次就测出了今天最好成绩4.5秒。在我那个排行榜中排名第26位，是我测过450 SR 当中最快的一次，只比上次我测的那台忍者400改了钛版的 ECU、钛版的传动、KN 高流量空滤以及全段的天蝎排气管，慢了0.1秒。通过那台车的数据，大概可以推断出23款忍者400的加速成绩应该在4.5秒左右。那么45千瓦的赛550到底能跑多快呢？车辆公里数为30公里，油量大概加了5升1/3的油，还是第二次就跑出今天最好成绩4.1秒，在我那个排行榜中排名第14位，比自家的赛600还要快一点。按机制圈的标准，满油65公斤，我负重跑也是4.1秒，排名了第6位。4秒级别的车子，满油和空油对加速成绩的影响是不大的，还是4.1。有时候满油还会更加快一点，因为重心更加靠前，离合可以放得更加快一点，也没有那么容易翘头。4.1秒的成绩，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怎么和官方公布的3.8秒的差距好像有点大哦？首先，我是不开弯负模式测的，如果开的话，成绩会快上0.2到0.3的，所以是很接近官方公布的。官方公布的3.8秒也是可信的，只不过它用的是另外一种计时方法，所以真实的成绩在4.0到4.1。为了进一步了解450和550的性能，我还测了0到200米的加速。在春风450 SR 起步不怎么理想的状态下，0到100公里加速用时4.8秒，但是0到200米的尾速还能达到135。而赛550那次0到200米测试中，0到100公里加速是4.1秒。但是200米的末速度也是135，一个4.8秒末速度是135，一个4.1秒末速度还是135，可见450的后程加速要比赛550要快。110以内还好，110以上的话，450会更加快一点。也就是说，赛550的高转的动力没有450那么突出，赛550的发力区间比较偏中段。接下来测试的是2档和3档，它们60到100的加速时间。由于排量和扭矩的优势，加速调教呢也比较靠中段，在550加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中段的爆发力也要更加强。这台车的震动明显要比赛550的震动小蛮多了。这台车的震动主要出现在1万转以上会有一点高频的震动，其他的震动还可以接受的，屁股也不算很麻。那个赛550相对震动要大一点，可能是因为它排量大一点，功率大一点，扭矩大一点，所以说它震动也会稍微大一点。这台可能排量小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震动控制，应该这台比那台要好一点点。这台车的震动明显要比那台450大一点，8000转以后的震动呢会更加明显，8000转以内呢比较平稳一点，但是稳定性呢应该是那台要好一点。但这台车会重一点，所以说两者呢有一定的区别。这台车的中段爆发力明显要比450那台要强很多，
特别是6000转以下。450呢，发力在7000到8000转以上才发力，基本上8000转以上才发力。但这台车的震动呢，8000转以上就震动很大了，虽然它能达到11000转段有，但是8000转震动已经很大了。正常使用的话，震动还是有一点，但是相比450来说，450震动控制的更加优秀。450的话，应该到11000、12000震动才比较明显。450从2000到10000转，它震动都是缓慢的增长的，不会有个突然的爆发，会让你不舒服。减震部分呢，两台车的减震都是调教的比较相近。前面呢，压缩回弹是有点偏缓的，后面压缩回弹是偏快的。为什么这个设计呢？如果后面压缩回弹偏慢的话，它就不能很好的贴那个地面。你碰到不平的路面，很容易腾空，不能贴地面的话，它很容易打滑的。所以说后面是回弹调快一点是好的。至于前面减震，为什么压缩回弹调缓一点呢？如果你后面也回弹快，压缩也快，前面也回弹压缩都很快的话，它有点像开船一样的，就不能很好的拉住车身。所以说这两台车的前后减震是有点相近的。但是呢，450那台的前面减震的压缩回弹速率要比这台偏慢一点。刹车部分，这台明显比那台强蛮多了。首先是双碟，双碟本来制动力就比单碟有先天上的优势要强，这台刹车要比450那台要强很多。特别是前刹，450有点偏软，但是对于单碟来说，只能说够用。动力呢，这台车是偏前段的，前中段3000转到7000转，后面就慢慢平缓了。450那台呢，前面是缓，后面就不但有动力到11000，所以那台450是偏后段的，这台是偏中段的。所以刚才看到60到100中段加速的时候，明显这台要比那台快很多了。所以日常用的话，这台比那台也快很多了，排量也在那里，加速成绩也是，那台是4.5，这台是4.1，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各方面的运行品质、运行震动来看呢，450那台比这台要好一点，这台震动要大一点，没有那么细腻，那台稍微精致一点，这台可能是磨砂的吧，那台钢琴漆多一点，那台稍微精致一点，两个都有优势吧。这台动力强一点，那台动力弱点，那台就质感稍微好一点，各有各的优势吧。这两台车呢，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在550呢，中段动力比较突出，尾段动力呢也还可以，制动力呢比较强，但是精致程度呢还是450要更加好一点，而且也要更加灵活一点。舒适性呢还是赛550要更加好一点。反过来呢，运动性呢450更加好一点，所以这是相对立的。它们的价格呢相差不大，只有2500元。但是用赛550来和450对比，好像有点以大欺小。因为前江还有一台赛450，也是要即将上市的，那台车要打450，估计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呢，就先弄一个550出来，上打650，下压500。